跟大家介绍世界知名研究快乐的专家学者迈向更幸福快乐人生的方法。相信我，几个月后你会比现在的你更快乐幸福15%到25%。长寿及幸福快乐的最重要关键，第一个是身体健康，另一个则是好的人际关系。当遇到人际关系间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更有智慧处理的方法，分别是 Watch、Interpret、Select、Engage and Reflect。快乐学教授的 Arthur Brooks 在 The Diary of a CEO 这个 YouTube 影片中提到，正确的满足公式是 All the things you have divided by all the things you want。这也正是达赖喇嘛所说的 Want what you have, not have what you want。快乐的关键，感恩及感激。请大家现在拿出笔跟纸，列出5个你目前最感谢、感激的人或事。原先初衷是希望大家更幸福快乐，但结果真正最大收获受益的人却是自己。真的很感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强纳森，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又来到了心灵参汤系列。对于第一次看我频道的朋友，快速导览一下。心灵参汤系列会解说我觉得值得推荐书的内容，或者是看到一些很棒的国外演讲啊 podcast， 我会整理重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心灵层面上都能够更富足美满，一同迈向更幸福的人生。在上一集的心灵参汤影片中有提到，我现在人生追求的最重要2件事就是健康和快乐。健康就是要规律运动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台湾于2011年在 Impact Factor 非常高分的 Lancet 期刊上面发表的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显示，跟完全不运动的人比起来，每周92分钟或者每天15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可以下降14% 的死亡风险以及多3年的寿命。每天再多增加15分钟的运动，更可额外下降4% 的死亡率。不论任何年龄或性别都是一样。许多 meta-analysis 也都显示运动可降低死亡以及失智的风险，可见运动对于健康乃至于长寿的重要性。至于快乐这件事，由于牵涉的范围太过于广泛，同时也很难实现，因此坊间有许多书籍啊或是影片教导大家寻找快乐的方法。但你如果仔细探讨，会发现许多研究或者专家学者都没有把金钱财富放在追寻快乐的重要关键。一定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会不以为然，觉得没有钱怎么可能快乐。我认为金钱和健康绝对是快乐的基础，就像快乐大楼的地基一样，没有他们绝对不可能建造出多高的快乐摩天楼，而且随时有崩塌的可能。试想看看，如果当你没有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生理需求，天天过着被讨债的生活，或者是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会有多快乐。但之所以没被列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金钱和快乐不是完全线性的正相关，也就是正比的部分。譬如伊隆马斯克比我有钱几万倍，但他绝对不可能比我快乐几万倍。以及财富、身份地位、名气等等，这些都是跟别人比较而来的，是可以量化的部分。最终当你达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更上面的人比较，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就算你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之后，也会担心被人超越，甚至当你不再是第1名的时候，那种失落还有不快乐的感觉更是加倍痛苦。相反的，专家学者或研究显示，快乐最重要的关键包括知足、感恩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都是无法量化而是偏重质化的部分，自然就不会发生上述所说跟人比较的那种痛苦。还有我个人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体悟跟心境。年轻的时候因为整个社会风气还有体制，上学开始就要比成绩，学校毕业后就比工作啊，比薪水，比成就等等，特别是现今社群媒体的兴起更加重这样的状况，点阅率、多少人按赞、多少人追踪，变成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然而当你变老，你会变得不那么在意这些事情，不论是因为自己历练后越来越成熟，在心态上面的转变，亦或是现实环境逼使你不那么在意。譬如成绩是世界第一的奥运金牌，当他老了之后，体力上绝对赢不了年轻的选手。曾经有盛世美颜的偶像，老了也绝对比不上刚出道的新偶像在外表的竞争力。这些现实面都会让你知道，即使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扭转现况的时候，便会进而追求心灵层次的提升。这时也才会发现，这些心灵成长的过程中，才是真正的快乐来源。所以当你问年轻人和年长者，人生快乐的关键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往往会不同。
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会回答金钱啊、名气可以量化的答案，而中老年人则会回答人际关系、自我实现等等偏向直化的答案。所以我想，如果能够在越年轻的时候越早领悟到这一点，你就可以更快的前往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道路，同时减少途中很多的不快乐。以下就跟大家介绍包括哈佛医学院精神科医师权威、世界知名研究快乐的专家学者，迈向更幸福快乐人生的方法，同时也融合我自身的经验分享，希望对于刚好在寻找快乐或者在人生意义上迷惘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哦。首先，最多研究提及的快乐关键就是人际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佛大学自1938年开始，至今仍持续进行长达80几年的人类发展最长久的研究，每2年会针对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还有生理健康、工作、人际关系等等做问卷调查。一开始共有724个人参与实验，其中268人来自哈佛大学的学生，456人来自波士顿最贫困的家庭。随着研究对象结婚生子，配偶和子孙也同时纳入研究对象。目前总计大约有2500到3000人。现今研究方法更为科学，抽血看 DNA、mRNA、头发的 cortisol 指数，及看研究对象在压力下的一个生理及荷尔蒙的变化，甚至会做 brain MRI 来看脑部的变化，最终得到2个长寿及幸福快乐的最重要关键。第一个是身体健康，另一个则是好的人际关系。研究结果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3大重点。第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伴侣关系，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平均寿命长12年，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平均寿命长7年。以亲密伙伴的关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让彼此更健康长寿。第二个，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质而不是量，重点不在于你有没有结婚或者有没有一堆朋友，而是在于有没有好的伴侣和知己挚友。不好的婚姻比离婚更有害健康，不好的朋友甚至比没有朋友更糟糕。第三个，好的人际关系会保护我们的大脑。当你在年老的时候，有一个值得信赖依靠的另一半陪伴，让你不会感到孤单，可以降低失智和中风的风险。感到孤单对身体的危害等于每天抽半包烟。一项大型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与社会脱节及时常感到孤单的人会增加29% 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以及32% 的中风风险。请注意 ，alone 跟 lonely 是不一样的。Alone 是独自一人的，但是他的心态有可能是很满足、很开心的。But loneliness is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being less connected to people than you want to be。因此，即使你身边有很多人陪伴，但当你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需要的时候，你还是可能会感到很孤单。好的人际关系之所以对我们的健康与长寿有帮助，是因为它是情绪压力的调节润滑剂。我们生活充满了各种压力，当面临压力的时候，身体就会释放 cortisol 皮质醇，导致血压上升、心跳加速、呼吸变快等等的反应。当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可以倾诉的对象，身体就会更快的回到正常的平衡状态。但当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身体就会一直处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体内会有较高浓度的皮质醇以及慢性的发炎物质，进而逐渐伤害我们的身体器官，导致心血管疾病、关节炎还有糖尿病等等。然而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或伴侣，每天相处不可能总是开心不争吵，因此我上一集的心灵参汤有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相处的一个建议，欢迎回去参考一下哦。另外 The Good Life 美好人生这本书也有教我们，当遇到人际关系间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更有智慧处理的方法，缩写刚好是 WISER， 分别是 Watch、Interpret、Select、Engage and Reflect。Watch 就是观察，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会很激动的回应，但这是属于冲动反射，所以建议先观察你是在跟谁争吵，你对这个人的了解有多少，以及这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环境跟情境等等，有点像是先按下暂停键来避免伤害性的反射言论和反应。第二个是 Interpret， 就是观察后去解析诠释，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情绪，情绪背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反应。第三个是 Select， 剖析完后选择怎么做，这时候你的决定就是经过思考而不是反射性。第四个 Engage， 就是执行你所选择的决定。最后就是 Reflect， 反思反省这件事最后是不是得到更好的结果，以及未来遇到类似的状况是否能够处理得更好。其实这个 WISER 的方法有点像所谓的 Metacognition 后设认知，当接受到外界讯号的时候，大脑的边缘系统会将这个讯号转化成你感受到的情绪感觉，接着传递到 Prefrontal Cortex
再由你决定如何处理反应。这就是我们人类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可以思考你的思考以及剖析你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后设认知。如果可以善用这个方法，不止在人际关系设置许多人生困境及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第二个很常被提到快乐关键是知足满足感 satisfaction。 很多人都以为当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容易得到满足感，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大部分的人都会陷入所谓的奋斗者泥沼，譬如说，如果我年薪多少多少，人生就圆满了，或者是如果我当上某某职位，我就没有遗憾之类的。但当你真的达到了，却发现没有感到特别的幸福满足，甚至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再往更高的职位、更高薪的工作努力，于是一直陷在泥沼无法脱身。哈佛商学院开授幸福学课程，号称是快乐学教授的 Arthur Brooks 在 The Diary of a CEO 这个 YouTube 影片中提到，正确的满足公式是 All the things you have divided by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所以你可以借由增加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减少你想要的东西，来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也正是达赖喇嘛所说的 Want what you have, not have what you want。 第三个快乐的关键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及目的。这或许是所有关键中最困难，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Arthur Brooks 建议可以先从问自己2个问题开始，第一个是你为什么活着，第二个是你愿意为什么而死。当这2个问题你都没有明确答案的时候，他建议可以从3个方向着手来找答案。第一个，你中心道德的原则是什么？在你心中，什么是绝对正确，什么是绝对错误，而且不能够妥协的，并且遵循这些原则采取行动及生活。第二个是正念及冥想，从每天5分钟开始，就是静静的坐着，不用手机，停止任何会分心的事，就专注在活着这件事。第三个是智慧及知识的累积，建议要大量的阅读书籍。当你依循这3个方向努力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或许对于你自己人生的意义及目的就会有比较明确的答案。第4个快乐的关键，感恩及感激。请大家现在拿出笔跟纸，列出5个你目前最感谢感激的人或事。每天晚上睡觉前专心的花5分钟看这一份感恩列表，并仔细回想这5个人或者这5件事让你心存感激的原因。1个礼拜后再更新这个列表，内容是可以重复的。相信我，几个月后你会比现在的你更快乐幸福15到25%。第5个快乐的关键，活在当下 Be present。 2011年在科学杂志一个超过1万人针对长期幸福的研究发现，不管你在做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的时候，当你可以常常享受当下的人会更幸福快乐。然而在现在这个社群软体如此发达的年代，活在当下这件事越来越难做到。常常在餐厅看到情侣或者是朋友一起吃饭，却各自用手机，或者父母带小朋友到公园玩，小孩在溜滑梯，父母却在旁边看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朋友比我们大人更容易专注在当下的活动，更真心的去体会现在，而不是分心的去策划未来啊，或者是回想过去。所以小朋友他们都更容易快乐。最后2个快乐关键是我自己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乐趣，就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譬如我非常爱泡温泉、唱歌，还有跳 K-pop。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能够享受活在当下的感觉，细细体会人生的美好。因此建议大家要多去找寻自己真正喜爱的事物。第2个是帮助别人，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在自己心有余力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是很开心的，有时更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像我做心灵参汤的影片，原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些影片让大家心灵成长，迈向幸福人生。但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自己先融会贯通里面的内容，才能够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到新知识，并且执行里面的一些方法，包括正念、冥想等等。然后我发现自己真的每天越来越幸福快乐，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原先初衷是希望大家更幸福快乐，但结果真正最大收获受益的人却是自己。真的很感谢大家，因此往后心灵参汤系列的影片会越来越多哦。以上就是我整理一些研究及专家关于幸福快乐人生的关键，并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分享，希望对于大家能有所帮助。也欢迎各位朋友留言补充让你快乐幸福的方法。大家如果还想看什么主题的心灵参汤，也麻烦留言让我知道，我就会专门为你们做相关的影片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喜欢我影片内容的朋友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